哦，这个人民币100块要换54500了，100块人民币要换54500缅币了。哦，这个人民币值钱了，开始。这个缅币一点找不住了，这个缅币以前是2万多、3万多，现在是干到5万多了。哦，这个人民币升值了，这个缅币不值钱了。这个站，哦，缅甸的做货的工价低，买东西贵。哦，这个日子是有点难过了。这是缅甸内战中缅北木姐货币市场的真实写照。原本兑换100人民币只需要2-3万缅币，一下子变成了需要5-6万缅币。当地缅北百姓说，人民币一下升值了这么多，其实是缅甸金融崩溃导致货币大幅贬值的结果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是由国家的整体信用和工业实力做背书的。人民币或美元之所以坚挺，是因为货币的背后有强大的经济体系做支撑，能用当下货币买到任何想要的物品。然而，缅甸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内战，加上缅军朝令夕改的政策，早就使缅币信用崩溃了。虽然目前最新的人民币对缅币的缅甸官方汇率显示依然是1比290，民间汇率却早已经超过1比500。缅甸边境地区百姓的感受是最为强烈的，原本花3万缅币能买到的东西，几个月内变成了需要花5-6万。当然，有聪明的朋友也许会想到，能不能在边境把人民币换成缅币，再到下缅甸把缅币换成人民币或者美元呢？这样一来一去，不就挣了一半的差价？先不说缅甸内战和雨季中道路的艰难，就算你安全拿着几麻袋的缅币到了下缅甸的银行，对方也会以外汇管制的借口限制缅币兑换。当然，单向的人民币换缅币是不受影响的。不过要按缅甸官方汇率，其实民间汇率一般是直接锚定黄金价格的，根据每天金价的波动来调整。而6月初缅币的民间汇率之所以如此大规模波动，和缅甸军政府以无照交易为由逮捕下缅甸的黄金交易商有关。从缅甸中央银行当天发的一份声明中显示，已对黄金交易商违反黄金交易规则和条例采取行动，包括进行未经许可的交易。缅甸中央银行称，此举是针对缅甸2个最大城市仰光和曼德勒的黄金交易商进行调查后做出的决定。缅甸军政府随后对10名知名的黄金店老板发出了逮捕令，并关闭了7家商店和相关公司。据当地一位金店店主称，这些逮捕行动立即对市场的黄金商店产生了寒蝉效应，这也进一步促使了缅甸仰光和曼德勒等地的黄金价格飙升，甚至出现1天内上涨4%的情况。当地交易商称，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价格上涨，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停止了销售黄金。由于这种价格差距以及未来几天价格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的预测，曼德勒马哈昂麦镇的贸易商暂停了所有销售。1个星期后，在缅军政府的强烈干预下，部分黄金商店才重新开业。同样的，这些黄金交易商门前又排起了长队。另外，根据世界银行一份名为《缅甸经济监测：生计受到威胁》的报告指出，缅甸3年以来新增了700万贫困人口，另有1/3的人口面临同样的风险，有超过1半的年轻人想要逃离该国。报告同时指出，缅甸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贫困在全国范围内根深蒂固，收入下降进一步限制了消费和零售销售，而内战正在扰乱边境贸易和国内货物运输。截至2024年3月的6个月内，商品出口同比下降13%，进口下降20%。农民的农作物产量和价格有所改善，但货币贬值又导致了购买原材料的成本上升。同盟军方面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发言，由于担忧缅币进一步贬值，在通知老街居民储备一定粮食时还出现过误会，导致部分民众抢购大米。当然，中缅边境的果敢、佤邦、勐拉等地一般以人民币交易为主，物价方面是相对稳定的。而缅甸金融信用崩溃的风险确实需要值得警惕，尤其缅甸在1987年出现过直接废除先前币值的前科，缅甸政府发出一纸命令，直接废止缅甸联盟银行发行的25元、35元与75元纸钞，理由是3种旧钞上印有翁山将军的肖像，而且不让民众兑换。也就是说，缅币当前的币值与缅军政局息息相关。如果敏昂莱武装集团在缅甸各大明第5的夹击当中直接垮塌，缅币也不排除直接废止的可能性。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，经营天然不是货币，但货币天然是经营。我们在缅甸内战中可以窥见一斑。